自然界中，大多数野生动物都有固定的发情期，而只有在发情期，这些动物才会有繁殖行为。但是人类却不存在发情期，一年四季都可以履行繁衍后代的任务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这里是万物灵，欢迎关注熊探长，带你探索有灵万物。其实，动物不只有固定发情期，不同动物的发情期时间也不一样。大部分动物都是在春天，而热带雨林中的动物则是在雨季。首先，有固定繁殖期可以减少同种群的斗争，因为几乎所有雄性动物都是靠简单粗暴的武力争夺交配权。但这样的冲突如果长期持续，对整个族群来说显然是不利的。所以，有一个固定的发情期，在发情期以外的时间就可以减少为交配权发生争斗。固定的发情期可以让动物为后代准备足够的食物。大多数动物在春天交配，不仅仅是它们自己能够获得足够多的食物，不必担心自己会饿死的问题，而且这样它们的孩子在明年这时候生出来，也会有足够充分的食物，以便及时补充营养。另外，动物有固定且相似的发情期，可以大大延长它们后代存活的概率。这是因为越多的动物有相近的繁殖期，它们的后代在出生时数量也就越多。而在繁殖期的食草动物正是最脆弱的时候，很容易成为食肉动物的盘中餐。只要在同一时期，多种食草动物都有大量幼崽出生，那么每一个个体被食肉动物捕食的概率就会降低，从而提高存活率。此外，在冬季交配的动物也不少。以我国东北特有的动物交嘴雀为例，它们就是在冬天进行交配，这是因为它们的整个生育过程比较短暂，等过1-2个月，春天来了，它们的孩子也能够茁壮成长，找到更多的食物了。而且在冬天也是它们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，在寂静寒冷的冬季繁殖，可以保证雏鸟更少遭到其他动物的迫害，从而增加了成活率。自然界中很多动物都有固定的发情期，但为什么人类就没有，而且一年四季都能繁衍后代呢？最简单的原因就是人类早已经有了充分的食物。自从在石器时代可以熟练地使用工具后，人类就站在了食物链顶端，食物的来源不再是问题。人类学会使用工具后，便开始产生了文明。懂得文明的人类不会像野兽那样为了获取交配权而大打出手，自然也不需要有短暂的发情期来减少为交配权的争斗。雌性动物在发情期间会用各种信号吸引其他雄性动物，比如我们常见的猫咪。到了发情期，它们会发出尖锐而难听的声音来吸引更多的雄猫来繁殖。而女人在繁殖期没有任何信号传达，也就是说，人类女性隐藏了发情期，这就让人类对于竞争获取异性失去了动力。因为即使获胜讨得女人欢心，也不一定是女人的排卵期，也不会留下后代。这样一来，就只有更牢固的关系才能增加有后代的概率。更重要的是，人类已经有了思想，动物只是在按照自己的本能交配，而人类不是，所以这也是人类没有固定繁殖期的重要原因之一。不过，所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，人类在进化中得到了甜头，也尝到了苦果，那就是人类的繁殖过程要比动物困难。因为学会双足行走，人类骨骼也发生了变化，盆骨更窄，产道更崎岖，这也就导致人在分娩中更痛苦，且难产的概率更高。另外，在进化过程中，人类大脑也越来越大，这与我们学会了吃肉脱离不了干系。这是因为肉类所蕴含的能量比植物要高出许多，且肉类容易消化，不需要较长的肠道，肠道缩短，这样就可以节约一部分能量，用于发展其他身体器官。大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膨大了起来。自然界中绝大多数动物都和人不同，它们不能一年四季都繁衍后代，需要有固定的发情期。难道就没有例外吗？其实是有的，比如常见的老鼠，它们一年四季可以多次繁殖，还有猫狗以及天空中的大部分候鸟都是不受发情期控制的，它们能做到随时随地繁殖。原因就和人一样，所处的环境、气候和食物等各方面条件充足，不愁吃喝。除此之外，自然界一些特别的动物仅靠自己就能繁殖后代，其中最著名的得当属于海蛞蝓，又称海兔子。一只海蛞蝓体内有雌雄2套生殖器官，可以自己让自己受精。不过，大部分的海蛞蝓还是会用异性交配的方式来进行繁殖，它们的繁殖方式也非常有意思。在交配之前会先打一架，赢家转换为雄性，而输方成为雌性，然后进行交配。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？其实不然，在这交配完毕后，两者互换性别，再继续第2次交配。虽然在我们人类看来，他们这种方式非常奇葩，但仔细想想，这不就是为了提高繁殖的成功率吗？这样做可以让2只海蛞蝓都有几率受精，这正是大自然的奇妙之处。除了海底的，陆地上也有孤雌生殖的案例，比如火鸡。雌性火鸡的卵不经过雄性受精，也能发育成正常的新个体，
这是它们在恶劣环境下所生出的一种繁殖方式。当火鸡群体中缺少雄性时，那么雌性火鸡产下的卵就会直接孵化出小火鸡。更神奇的是，未受精的火鸡卵发育后都是雄性的，尽管这些火鸡要比正常受精的火鸡更加虚弱，但以这种方式弥补雄性不足，也称得上奇迹了。大自然的繁殖方式真是五花八门，但万变不离其宗，都只是为了一点：物种的繁衍与生存。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，欢迎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。